今天我老公决定把房间所有东西清空，因为不给回家加个期限就是没有期限。其实很多东西都打包了，只留了住的地方，厨房和浴室没整理。墙上的计划表都快被我写满了，没想到房间依然满当当的。现在是下午2点，我老公先把床整理了。我真的很担心收拾不完。看我老公的至理名言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只能加快速度收拾了。这天实在太热了，我老公还不让开空调，用个风扇在这转呀转，说是这样的节奏干活更快。这是这次搬家专门买的袋子，相当的大。装袋子这种事儿，我老公一个人搞定，先找一根绳，再找一个门框子，使劲往里面装就是了，非常瓷实。这个床我真想当废品卖了，因为床板子和铁架子都被大宝蹦断了，可我老公还是把它给修好了，还是要拉回家，说加工以后的价值远远超过当废品卖。是1块钱1斤可买不来铁，整理东西真让人头疼。我老公让我歇着，联系物流，要包个车，还要投保，还要人前一天装车，第2天早上出发的。问了好几家，满足这条件的还真给找到了，约好了晚上8点来。我老公一鼓作气收拾到晚上9点，真敬业。物流车晚点了，真希望他再晚一点，因为厨房还没收拾完，物流需要当场付钱，大约2000块，然后和司机交换了号码，就开始搬了。这个冰箱师傅说真迷你，连钱只有我们俩，所以买了它。考虑到搬家，包装箱一直留到现在。这个行李箱装的是书，我老公做的真专业，这箱子推起来都能感受到它跑不动，要装箱子里真能搬得动。每个包裹编号我数了一下，总共15个大件，35个箱子，68个杂物。全部搬完，师傅竟然说他这车装不下，让我老公再想办法，是不是在逗我们吗？我老公说规划能装下，先把电动车打印机等大件装上去，再把小件塞大件里或者摞上面。装车又没有滑轮、滑梯等工具，搞物流的还真不懂搬家。装车一直装到楼上熬夜的邻居都熄灯了，将近凌晨。我们这个家全部都装到这辆4.2米的箱货里面了，装了2/3。我悬着的心终于是放下来了，这样我们明天就可以出发了。果然，我老公是说到做到。早上再来看一眼原本满满的家，现在什么也没有了，真大真空，说话都有回声。关上水电气，再见了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今天正式开始收拾了，先除一下院子里的草，树枝都长出墙了，给剪剪枝。这可爱老公大夏天的干活不穿长裤，穿个短裤，腿上拿的一个好地儿都没有，那是怕拿破裤子吗？腿破了还可以长好，裤子破了就是破了。结了婚的男人都这么会过日子吗？今天我们在门口种的柳树也长活了，还长高了不少呢。得修修边幅。旁边的菜园里长满了喇喇秧，我老公就一鼓作气给割完了。这根闸你看着还不小呢。这地其实是20年前盖房子余下的边角，里面尽是这又老又碎的砖头渣。不成是土壤越穷菜长得越好，该将就的老公不要把这砖头给挖出来。我老公是越干越有劲，挖完砖头又觉得这地儿不平，再整整平，在我老公手里就没有废物，只有放错位置的宝。拿上瓦刀，又要用这碎砖给垒个边。荒地草根真是多，都快粘出2尺耙了。我老公想试试20兄的耙子，没想到中看不中用，都累弯了。把砖头一垒，还真看着有点花瓤的味道呢。接着松土，看着被打理过的荒地多养眼，对面的地儿也不能空着，都给种上。那天我老公问我种啥菜，说种够秋天吃的就行，因为只有黄瓜和豆角。谁家秋天只吃黄瓜和豆角啊？今天收拾住的地方，把这床挪走，把这些杂物都清了，可不是扔了，是给他们换个地方。我们决定先不住楼上了，本来没打算住楼下，孩子天天在楼梯上跑上跑下的，让人非常担心。昨天还摔了。我老公说孩子还小，一切要为孩子考虑。再来收拾堂屋，把这些东西拿出去重新规范，就把里面套件的东西收拾出来。你们知道这是啥吗？这里要是以前种过麦子，肯定有这个。那年代相亲都是去家里看麦穗子大不大，就跟咱现在看人家房呀车呀一个道理。看来这也是一个体现物质实力的东西。几年前种的一些麦子，但由于屋里潮，不仅生了虫，还很湿，我不想要了。我老公说要等个好天，摘干净自己吃。装起来吧。趁着他爸在麦堆里，大宝也很想进去帮忙，但是因为麦子里有虫子，被我老公婉拒了。大宝在边上看了一会儿，发现还有人帮的。有问题了吗？
这让我想到有句话说，只要足够想，就一定有办法。再把墙扫一遍，把地扫干净，再用老婆用着不顺手的大秤推拨一遍，就可以搬进来了。把原来的床挪走，床是2.2米的大床，不可拆卸，但家里的楼梯太小，床下不去，只能从楼上掉下去。但没有专业的工具，我老公自己做了一个，先找一根绳，把垫子5花大绑了，这绑得好好的，咋拆了？连绑个带子，我老公都要绑结实了，省得中途掉链子。我老公一向都说要做有把握的事情。再把床头也绑起来，抬到阳台。我老公找了一个老式的滑笼，一根很结实的绳，绳穿过滑笼，一头系到门框上，一头系到窗户上。我真是头一会儿见，还很担心安全性呢。我们家监工也就位了。没想到还挺好用的，哎，成了。把床抬到屋里，你们觉得床头应该朝哪个方向放呢？我老公要往东边放，没想到东边的墙太窄了，只好放西边。看床垫子，大宝已经爬上去玩了。那个床就是被他玩坏了，这个应该不会了吧？换好床，安好蚊帐子，出到楼下，这回不用担心娃天天爬楼梯了。我老公又做了个新发明，一大早顶着烈日打扫房顶。我们要晒麦子了，杀手已经把设备和几袋麦子都拉到房顶了。他做事向来都快，我在下面拉，他在上面接。加油加油加油！实在是这怎么拉起来比泰山都重啊！我做不了的，让他来，挑一袋最重的拉。没想到神队友竟然拉不动，我表示不信。看他拉得那么卖力，他应该是更不信。我老公想干的事儿就没有能难住他的。哎，这不就是滑笼的使用原理吗？难道刚才是我老公急一下很开心吗？又找了个钢钩固定到木架上，这样一来省了多少的力？学好的帮我算一下。这半袋麦子卡住上不去了，我老公坚持把它拉上来，竟然也来不及晒了。第二天一大早，我老公就把麦子摊开了，还光脚丫在麦子上踩踩。还好他说打面前得洗麦子，要不咱也不能让他这样劈。下午再把这些麦子收起来，晒干净，盖好。这已经是第3天的早上了，我老公一大早又去晒麦子了。看我老公对麦子比对我还上心了。再给他来一天日光浴，虫子都晒干了，真的是吃了不少麦子呀。晒出来的这些跟麦麸子似的，留着喂鸡。这下总该收起来了。听到的人应该吃点好的。我老公说要做叫花鸡，他以前也没做过，不知道这现学现卖的技术做出来的鸡好吃不好吃。万万没想到水泥地受热就跟放鞭炮似的，挺刺激的。看看鸡怎么样了。没想到我老公做的美味需要时间的沉淀，急不得。又把叫花鸡挪到坑边去烧了，这次可得加大火力，看着烟冒的。通过大宝的评价，我就知道这个叫花鸡是到位了。我老公说人情地不懒，这父女俩一大早就去菜园除草了，就担心大宝可别把菜当草除了，可别让弟弟把你种的瓜给你挖了呀。不是你认识菜了没有啊？认识。我爸爸菜哪？还好这孩子比我想的更靠谱，有这样的小帮手我就放心了。第二天来个菜浇浇水，有监工相当敬业，从不不离。哟，看着这篱笆，终于按捺不住小脚丫，开始踩篱笆玩了。这我可有点淡定不了了呀。我老公说要像看别人家孩子一样，不能急不能气，要笑一笑。就是不让我收拾这场面，我就能做到。我老公答应了，他说这招还真管用。别找我。大宝也是玩得很尽兴，又开始躺地上玩起了行为艺术。再给这些菜做个攀爬架，看着小菜园这么一打理，跟专业菜棚似的。早上邻居送的葱秧子，要把它种上，
菜园子都种满了，我老公又去开荒了，种在了池塘边。我们这菜园是在不断扩大呀，这块从陆地扩到水上去了。前几天大宝拉接地气的玩乐方式，作为收场的我老公开始受不了了。之前这片花园改造一下，小监工又来视察工作了。这不仅监督工作，还能调动干活积极性呢。我老公太细致了，摆个砖在这反复摆弄上了。监工看不下去了，自己上手了。没想到太接地气，这活还是留着你自己干吧。擦擦手，又当起了敬业的监工。花园改造好了，带着孩子体验一下，这回不接地气了。这改造我还算满意，你们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吗？终于把这些旧东西都整理好了，再把这些砖清出去。门口堆了很多柴火和砖头，我老公说这不符合他的审美，今天打算搭个棚子专门放柴火。这些砖是以前盖房子剩下的，一直放到现在，终于有用武之地了。先挖一个一砖深一砖宽的道做墙的地基，为了尽可能的弄平弄齐，我老公拿来这么多工具，其中这个小铲子是他自己做的，说是根据胳膊手指长度再结合人体力学。为了地基坚固，我老公是一动锤打，一动砖砸，然后在这边上摆上红砖，中间用方砖，因为红砖不多了，方砖还挺多的。砖铺好后，再盖上一层土，填满缝隙。墙就用这些方砖垒了，怎么摆很关键，因为我老公的要求有点高，既要省砖，还要好看，还要坚固。他在那反复摆弄了好几遍，摆了拆，拆了摆，连我家监工都看不下去了，开始当起了他的帮手。谢谢你。这个砖确实不好垒，因为它又大又薄，不好立起来，还没有水泥篱笆之类的固定。不过经过我老公几番试验，也算垒成了。砖块用完了，墙的高度就只能到这了。放上顶梁柱试试高度，剩下的破砖垒到边上当加固，用尺子量一下，两面的高度一致。监工开始验工，这既稳固又好看又省砖的墙，最终被我老公垒好了。你们看着怎么样？棚的顶子就用木头搭，现有的木头不太够，把上次拆床的床板子利用上了，连里面的钉也不放过。这板子一搭，看着还挺有感觉。大宝说这个墙挺像书的，他想选书，正思考选哪本呢。把这些木头搭好，用钉固定，盖上瓦。材料基本上用差不多了，剩下的一些碎砖摞起来，改柴火棚分区。这下终于可以把柴火装进来了，一半装碎柴火、麦秆之类的，一半装好柴火、木棍之类的。这下门口终于也漂亮了吧？早上我们还没起来，我老公把墙装饰好了。不一会儿变天了，我老公说早上下雨当日晴，还挺灵。你在坐船吗？我在拆床。把一个船给我拆完了。下午我老公把驾车拆了。这不还有个底儿吗？一向都是变废为宝，今天怎么反着来？大宝感受到这气场。我老公看大宝不高兴，我干的有点不安，索性又把它装回去。我家就是这样，蹲着干的还得听站着看的。这架是上次收拾东西，我老公就想把它拆了。刚开始拆，我有点舍不得，想把它放在小院里给孩子玩。我老公说那还得做防霉防水等处理。金牛座的他一算账，觉得划不来，而且家里还有比这更新的，所以我也觉得还是拆了吧。这是人力车。我把它的船变成桥。大宝当起了给力的小帮手，学着使用工具。正如我老公经常说，不了解工具的脾性，我想把活干好。大宝用这些拆掉的木块搭积木玩，原来有一颗爱玩的心，玩具无处不在。我想是不是以后可以少买玩具了，给他自己发现玩具的机会。架车中间用的是轻木头，现在基本烂完了，边上这两根用的是很重的木头，几十年了还很完好。今天我老公就用它做个农具展架。漂亮不漂亮？不认识这个是什么木头吗？我老公说可能是花椒木，先打出凹槽，也不知道这是啥工具，驾车自带的，用它画个圈，用电动转一圈，再卸掉木块。但这木头过于结实，工具都赖坏了。这都累坏了。学着的匠人是万物皆可工具，我老公又拿刀卸了起来，我以为这么干就可以了。夜长梦多，第二天，他又把它锯了呀？刚才那有曲线。电钻头太短了，又自制了一个，都打冒烟了。说上面放不方便，侧面钉更好用，因为木头太结实，经得起反复加工，这边都快裂了，做了加固，确定了想法的可行性和安全性。啊，盖住，它都不会掉下来了。我老公开始批量制作，他爸的工具对大宝来说就像百宝盒一样，每个都很新鲜。他不忘给他爸捶捶背，这下你可劲玩吧，你爸也不好意思阻拦你了。
下午大宝的饭点到了，就软架也做好了，钉在过道的墙上。没想到这墙总打不进去，像是打到钢筋了。在这天地级的孔中，总算有几个进去的。固定好展架，一个上面一个小插肉，猪八戒的耙子，要铁耙子。这可不是猪八戒，猪八戒的鼻子皮儿多，这带了6个齿，猪八戒是9齿顶上。这个是叉子，你知道这个工具是干啥的吗？再装个木锨。这个我知道，是晒麦的时候用的。你知道这个是啥吗？是秧茬，上面一秧种子。我理解的是，木质工具一般是晒麦用的，铁的一般是干地里的活用的。你知道这个是啥吗？这个是铁锹，锹土人。这个是锄头，我模仿博物馆方式来做展览。第5个时候，我选一个兵器。今天我老公又让人开了个眼界，我本以为需要我帮忙的，没想到我以为了个寂寞。小强，你干啥嘞？我在测什么呀？你在哪个电钻呀？电钻快呀！你在哪弄嘞？看这多快！在我的记忆中，搓绳一般是2个人配合干，或者1个人就慢一些。可我老公干事讲究效率，1个人干也要快过2个人。啥机器在他手里都有开发不完的功能，还说电风扇也可以，只要转的工具都能搓。小宝不想自己玩了，大宝可以陪他玩一会儿。开笑。这是上次收拾院子整理出来的高粱杆，我放了近10年了。放下，你在干啥嘞？做根板。料外皮杆子变得又光又亮，听老爸说他们小时候睡的床垫都是用高粱杆做的。后来做厨房用的篦子，如今变成闲置品了，在我老公手里，只有放错位置的宝藏。我不知我老公这编制手艺上哪学的，这么娴熟，还这么省原材料。我老公干事一向是将省进行到底，看着连编的，我是想不出还能有比这更省料的方式。今天监工换班了，小宝当监工不比他姐差呀，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干活都把监工累趴了还睡着了。监工不在，我老公也不敢偷懒，1个人更是抓紧干，很快编好了一大张。超，你这是什么杆呀？竹竿。竹竿吗？哎，竹竿是啥？竹竿不是竹竿。松鼠的鼠啊？树不是树。竹竿吗？树。鼠啊？树。鼠啊？谁能帮我翻译一下我老公说的是啥？中西语言差异啊，4年了还是存在。小监工睡醒了，有点迷瞪，我咋在这呢？我不是在监督我爸干活吗？这会小监工不想上班，我老公在陪他玩。好，我找不到你啦。那监工一会儿找不到他爸，就开启寻人模式。哎，这1个监工活可干，2个监工活没法干。白天陪监工玩，活干不了了。超你，他弄那么长个管子，他要把它推出去啊！抽空清理一下窗户吧。晚上加班再把火补回来，捡齐一端。超你可不可以啊？我给你送西瓜来了。好，这好弄完了。你买的西瓜太好了，一切都爆开了。铁罐布。这个吧。这边是我老公的办公屋。你给爸唱首歌好不好？预备，开始。下面好久久。房子空加上太高，回音比较大。我老公预想的是这个帘子既能隔音，又能做装饰，看看效果吧。你们觉得好看吗？再来听一听，隔音效果怎么样？胶啊，这么多胶。这明的那都胶了。今天打算把厨房里收拾一下，这是掏出来的东西。阿超正在整理。超，我看着没有我的活了呀。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这是之前盖房子剩下的油漆，说不定还能刷小院的墙呢。弄收拾东西，我老公在我们村还是有点名气的。这是奶奶年轻时纺花用的纺车，是奶奶的青春啊。这是旧的竹菜板，这次就不要了，劈开吧，说不定有大发现呢。
他说把一个菜板子劈开了，没想到里面竟然是这样子的，都是锯末。看到没有？胶水。胶啊！这么多胶。这明的那都是胶，还不带三个板的，三个板是爆花压的，这是锯末压的，这是三个板，三个板是一层一层的，也比那好，最起码比那好，这是废锯末啊。太脏了是吧？粘的锯末啊，这压的菜板，这能叫菜板吗？把咱家里的主菜板换了。两头四边都是给你当好木头板子拼，你看到没？中间全都是你看两头，这头看多漂亮，还不如找个木头墩子也比得起。这刚得留着。这是中原这边以前做雪天穿的鞋的鞋底子，也是个宝，老妈拿走了。这几年用的厨房都是别人设计好的，天天下厨房做饭都得卑躬屈膝的，真是受够了。我老公说可能是他太高了，你们觉得是吗？我老公要做一个既能切菜擀面又能吃饭的台子，正在计算砖、沙子、水泥的用量，在这里又量又算的一上午，午饭都耽搁了。大宝吃起了野餐，这可能真的有点难吧。看把咱的设计师愁的，你们觉得沙子水泥能算出来吗？真是好玩。一共需要200多个砖和一些水泥就行了，这个台子就能起来了。明天去买材料，看看我老公算的沙子水泥到底对不对。今天来采购建材，按上次算的买点沙子和水泥。160一方，他把它装多少？老板给了我们几个袋子，让自己装。那。我采吧，要不你装这袋子。啊！我老公听到我要干活慌了，最近沙子可沉着呢，这一大堆沙子，有的地方干，有的地方湿。我老公挑干的装了几袋。抬重物这种活，我老公一般是不需要帮手的。一个小宝宝。在我眼里，玩具无处不在。35块钱买了4半袋，440斤沙子，一个不注意，大宝把水泥块当石头拿着玩了。然后我老公反应过来，这东西失手。老板说现在卖水泥划算，这1年中价格最便宜的时候20块钱一袋，我们买了2袋。沙子好像比想象中沉了点。砖头家里还有，是之前盖房子剩下的。搬砖这种活，我老公很在行，干得相当勤快。干建筑，我老公是头一回，不确定水泥和沙子的比例是多少合适，在网上查了大半天也没定好比例，就自己试吧，先少量试验一下。有点用不完，只能叫它盖子搁上，这是石灰粉。柴灰也是之前家里剩下的，加一点，磨成3合灰。好，5点8。让砖头喝饱水。经过试验，发现这个水泥和沙子的比例在1:3最合适。果然自己试比问人省事多了。本来以为用途不同，水泥和沙子的配比不同，但是没想到也和水泥的型号有关。地面喝点水，开始砌砖。没想到我老公干这水泥活跟玩涂色似的，直接按着画好的印子砌就可以了。哎，这第2天不继续，咋把水泥台子给拆了？过了1夜，这些水泥都有点凝固了，还得敲碎。全部拆了吗？吃饭呢，孩子们。你真逗，穿个新皮鞋。我老公又开始改造这个厨房了，这些是修房子剩的砖，台子能耐多高，看来是由砖定了。这些拆掉的水泥砸碎了，掺里面一样用，再小的砖也当砖用。现在需要这种小砖吗？上一次我老公垒的时候没按图纸，这一次严格按照设计好的来。以前的操作台大多是70多的，我老公用起来得弯腰，这次是量身定做的83，不知道用起来如何。台面打算做水泥的，瓷砖的不结实，木头的容易发霉。这个是之前搬家搬来的床板子，在烧柴之前还能做点贡献。当床板子不结实，当废品倒是挺结实的。这些架车板子拼起来当垫底，锯掉的木头正好烧壶茶喝。这现在板子，这破床板子。大宝也想帮忙，找他爸要工具呢。你去拿你的小铲，我红色的小铲，是吧？红色的勺子
我老公做事讲究心中有数，水泥沙子都得过秤。干活的时候工具坏了，监工可一直看着呢，亲自去检查了。没有坏呀，我看不坏呀。工具没有坏，估计是我老公记错数了。沙子本来打算不筛的，但是拆完水泥发现有点粗，只好一起筛了，真是太洋灰了。也没有给他分配加水的活，咋就知道该这么干呢？一个加水，一个活，对付你俩干活我都插不上手，连拆水泥这种活大宝也拿下了。今天可是给力小帮手啊，这俩人一干活就特认真，话都顾不上说。水泥台面我老公也是第一次干，不知道能不能做成。我老公想做成上次我们去饭店发现的那种不从水的台面，这湿的也看不出来，不知道我老公做的是不是那样的。我老公说给我个轻活，台面上的图案由我来决定。本来我老公说是用玻璃渣拼的，我觉得太危险，就用石头拼了，是一个圆形，5个字，吃少点吃好点，这几个字怎么念都顺口。我想好了，水泥都凝固了，我老公又重新铲了起来让它软化，不过好像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等水平台面干了看看效果吧，我们一起来期待吧。今天大宝没睡醒，我老公捡树枝捡了一上午也没休息，这会儿正找他爸呢，需要哄睡，要他爸抱抱呢。可能是爸爸的胳膊比较长，抱着更舒服，所以给娃哄睡，一般没妈妈什么事儿。真是投进爸爸的怀抱，幸福享不了啊！这到底是哄娃睡觉了还是休息了？本来想喊一声娃睡着了，你放下吧，但看着这画面我都没敢出声，怕破坏这份安静。今天捡树枝很有收获，捡出了个宝贝，我老公说是天然的艺术品。先修一修，去掉外皮，再量量尺寸，找2根直棍当支撑，真是心头好啊！带回家。以前这些小树枝都当柴烧了，咱的木匠说，只有完全没有用的朽木才能烧。好，你又搁这儿加工啥嘞？你不是吃了衣架吗？我那个衣架。我正想着买一个衣架呢，看来又不用花钱了。我在这，你好。趁着工具齐全，顺便把废瓶子加工一下，来几朵野花一插，生活中又多了一份美好的事物。这样的原生态衣架你喜欢上了吗？我老公的不从水台面终于亮相了，台面有水的话都淌到旁边的水槽里了。这个自创的不从水台面全靠这样不断来回的磨。厨房只有一个窗户还不能全开，为了让台面尽快干，我老公把窗户都卸了，没想到偏不连连下雨，不得不安回去。阴干了好几天，拆掉四周的木框，削去周围的棱角，一个漂亮的台面脱壳而出。我老公说，一个好的台面全在于精心养护。大宝看我老公喷水也想试试，大宝高兴的都忘了当监工了。经过2期14天漫长的养护结束，其他部分算是顶结实了，底子也能拆了，锯掉腿，板子一拿就掉了。还以为木板子弄得不结实，台面断了呢，连这活也能干出个新花样来。我老公这发明的用木板子，没想到更好结，一拿就掉了。养护结束才算有了个完整的台面，要想漂亮还得打磨。没有专业的工具，我老公用电钻复制了一个。电钻在我老公手里，可不只能钻，还能开发出其他功能了。边边角角磨得圆润一些，不仅美观，而且更安全，台面变得更顺滑平坦。这个活就是有点洋灰，再用湿毛巾多擦几遍。我老公开心的脸上写满了欢喜。你们发现了吗？我们乡里面的吃少点吃好点都看不出来了，哎，太可惜了。来，我多擦几遍，就像一个精心打磨过的工艺品一样。我老公这是擦上瘾了吧？来回不止20遍了。我看他给自己洗脸也没这么细致过。他说这样很解压，也不知道人家是干活了还是解压呢，咱也不好说什么，毕竟人家台面做得这么漂亮。看来一向要求严格的老公，看着嘴角上下不去的笑意，对这次的活是很满意呀。上次做台子是写水泥，正好厕所地面有洼地，积水太严重了，今天给整整平。这个冲厕所的我老公嫌不好用，索性给卸了。我老公既想让我给帮帮忙，又怕累着我，找了个年轻时玩过的滑板当搬运工。监工盯得很紧，帮忙的也不敢不卖力。水泥沙子就这么些，看来又是个材料说了算的活。我老公这个速度明显动力不足啊，是这几天没吃好没劲吗？还是活太难了？毕竟老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舟啊。我老公的口头禅是
方法总比困难多。去门外挖了些石头，以前盖房子剩的，埋地里来着，就找了这么点，还这么大的石头，这能用吗？本来门外有个厕所，这个一直当仓库来着。前年农村改造厕所大概花了100多，我们也安了一个，这样雨天和晚上就不用出去了。但真正用起来，发现用那个桶出水不好用，加上地也不平，每次给桶里倒水压水，溢出来的水厕所就跟发水了似的。就是石头真有点大，融不到水泥里面去。我老公单独镶进去一些，水泥用完了，石头还剩一大半，给水泥活返工，我老公可不是头一回了。一半水泥一半石头，这么一活明显多了一半。我老公说买几斤沙子划不来，石头一样当沙子用，硬是给抹得平平的，个别很大的石头单独放一圈。我老公这样找地坪，我也是头一回见，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有待大家帮忙验验功。闲不住的老公又要开始改造了，今天对这个柜子下手了，它是放在厨房用的，但厨房只有一个窗户，放东西怕受潮发霉了。赶不巧要下雨了，潮赶紧走吧。小宝最近爱上了这个老板场，雨停了，赶紧拉出来继续加工。我老公说他要把这2个窗扇卸了，装上纱窗。这个是之前买纱窗剩下的。你是什么？大宝也是越来越会玩了。我看看你一个擦鼻子。气球就变成了一个大象。Oh my god！ 你说怎么改造？我老公给我演示了一番他的创意，还要咨询我的意见。你这样买了吗？没设计出来之前我也不知道呀。我不喜欢做选择题，太难了。你觉得哪种好用？设计哪种吧？这种就可以啊。这样我老公选的开始改造吧，把这2扇窗户用荷叶拼接在一起，不知道好不好用。再拿出我老公的万能吹风机，给打扫干净，等后期用着看吧。你们觉得这样的柜子好用吗？我老公又开始自制小工具了，这个砂纸架子找不到了。人家做的解释了吗？直接做的是可以。自制一个，手柄打磨的顺手一些，板子根据砂纸的尺寸裁切一下。这又是一个自制的小工具，搅拌水泥的。厨房的墙面之前烧锅熏黑了，继续刷成白的，还是避免不了会被熏黑。今天要把它刷成水泥颜色的。这不粘的铁棍是用在作业的。没想到设计的这个小工具有点失败，先把墙面喷湿，省得一会儿扬灰，把这些黑的尽量打磨掉。看来不是太容易呀，也只能这样了，不能再干净了。我老公这刷水泥跟作画似的，太像擦地风了。5面墙被我老公来回好几遍，刷成了水泥颜色，颇有侘寂风的风格。再把这些落到瓷砖上的水泥清洗干净，顺便把这水槽子也清理了，各个角落也不放过。出门一看下雨了，赶紧把睡的被子收回去。小宝现在特别喜欢互动。你不敏感，你看你中午了，这都下午了。雨点子虽小，但这云的阵势不小啊。为了让我相信下雨，也是想出了这妙招。趁着水泥还没干透，及时清理掉。刚才还乌云密布了，这会儿就晴空万里了。看这台面擦的一尘不染。洗澡的。趁着把厕所的淋浴也安上。农村的夜晚就是好停电，一个垫子，一把扇子，难得好好欣赏一下夜空。小宝也是一天一个变化，这才学会做。所以比较容易翻倒。这是我老公，都30了，还有梦。我们结婚都5年了，他还在折腾的路上。结婚就辞职创业，实体店、网店都开过，但没有富起来。还有了2个孩子，生活不是一般的坎坷。我老公笑着说，是天降大任于他，在苦他心志。我们结婚的时候没车没房也没钱，这几年折腾还欠了几十万的债。我公公婆婆无奈地说，咋生了这样的孩子？我爸妈也悲哀地说，你这日子咋过？第一次体会到钱对成年人来说意味着尊严，仿佛世界上只有一条路。离开孩子出去挣钱是对的，我老公却不愿意走这样。孩子的童年他不想学习，城市里生存不下去，我们回到了农村，没有吃的，坑边路边都在我老公种上了菜，没有玩的，2棵树一个布搭了一个秋千。抬东西没有人帮忙，自己设计了滑轮车。没地儿住，我老公开始收拾整理，腾出了不小的空间。外公的屋子有回音，我老公就地取材，连夜加班，编出了隔音板。院子不美观，我老公用不花钱的方法改造成了想要的样子。没地儿做饭，自己建台子。
墙太黑，刷不起白漆，用圣水泥刷成了侘寂风。厕所积水，整平，安上淋浴，和城里的一样方便。东西太多，能上房的上房，能上墙的上墙，还没地方放，自己搭棚子装起来。衣服没地方挂，做个别致的衣架。屋子太潮，经常晒晒被子，柜子改成通风的。这样的生活，我老公说他累了。我们是没车没房的宝爸宝妈，还现在就想给孩子快乐的童年。喜欢我们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看看我们未来的变。这就是我老公30岁了，为了一家人能在一起生活，折腾回农村了。脏乱的环境被他一步步改造的宜居起来。可是计划中的鱼塘泡汤了，想了大半月，一向全能的老公也没想出怎样尽量不花钱建个鱼塘。建鱼塘我们也没经验，问了邻居，我们村包括方圆几里都没有。看来鱼塘在我们这里是个罕见物，想问问有没有懂行的，给我们点高见，感谢了。以前特别喜欢抓鲫鱼，这种都经常的鲫鱼，因为它带个灰缸子，可这么大的蚯蚓，这土地多肥沃。鱼都有了，可塘在哪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老公笑着说，这是鱼塘的1.0版，一个优美的弧形。其实就是把理想中的鱼塘被迫变成了现在的菜园吧。鱼缸1.0。鱼先在缸里养着，这段时间把我老公愁的一顶乌黑亮丽的头发也不重了，厨艺也从米其林5星级降到了新手级别。我开始害怕，自从和我老公在一起，什么事都是他操心，大到干什么到哪生活，小到这顿吃什么衣服选哪件都是他拿主意，因为他总是事儿办得很漂亮。没想到现在他遇到麻烦了，我感觉天都要塌了。除了害怕和担心，我很想撑起半边天。现在带着2个孩子，除了尽量减少生活上的开销，我也不知道我能干点什么。我老公从我们结婚就帮我谋事业了，教我干，帮我干，也没曾想我没干出来，真是惭愧。我没有大佬给我一点意见，我想做老公近旁的一株木棉，一起分担寒潮、风雷、霹雳。好了，该改小宝贝来了，回头我再把我们的故事分享给你，谢谢。带着孩子还想做事，就得具备一种技能，那还怪大的嘞。懂税。这是之前改造驾车剩的废木头，没想到我老公还能把它继续改造。带娃干活，我们叫偷活。哎，还是把娃吵醒了。啥情况呢？真怀疑婴儿的耳朵是带来打的吗？为了避免出事，我老公从水泥地换到了菜园里，一根锈迹斑斑的老堤在我老公手里，依然是得力干将。今年种的黄瓜叶子大，果实小，可能是地不肥，我老公要自己做肥料。我也没见过，也没做过。我老公就擅长做一些新鲜玩意儿。床垫子不小心被2宝撂了，洗了干不了，只好晒晒。希望用的时候没味儿。一根老弯钉也得收起来。不计其用。这些木片子，要不是我老公说起来，早被当柴烧了。我学那个地儿不是舞蹈2年之前。还是把他吵醒了嘞。我改行了。2宝现在是学战期。听说学步车不安全，我把小床放外面，也还好用。你以前天天先扔完了盖了，是他的位置。这个白色的泡沫板，好几次我都差点扔掉了。我老公的东西不分大小，不分贵贱，他都很珍惜。大宝是一个好帮手，做菜需要的食材他去备了。这个大坑，大宝总说它是大海。这是泥坑。凉荫下，鱼塘边，一家人一起吃饭。才能来都有蚯蚓。我老公心中的蓝图成了现实。树上的烂果，地上的落叶收集起来，就是堆肥的一部分。在我老公手里，万物皆有用。我老公说，干的和湿的是2:1或者3:1，将它们混合搅拌，秋天给人的感觉真富有，遍地都是肥料。一边带娃，一边干活，和爸爸在一起总是能多开眼界。爸爸到哪里，2宝就要跟着到哪里。这些枯藤条也收集起来，变成堆肥。这样的时光过得总是飞快。你在干活，我在看风景，2人有说有笑，走路自带节奏感。我干完了，带娃回家，工具也要归原位，这是我老公的坚守，我老公的摸鱼时刻。小宝也爱摸鱼，因为我说危险，娃有点害怕了。还没干，要不要啊？一回生2回熟，这都敢抓了。这不，别看手小，捡了个最大的抓手里。我都不敢，这小孩勇气可嘉。夏天不怕蚊子的老公，竟然被秋蚊子盯上了，我都不太舍得抹的花露水，给我老公也来点吧。
潜水棒坏了，电了，你看这样的话，它一插电崩压烧。看这零部件就知道它真的有点老旧了。手动压水的也坏了，很不巧停水了。修东西也算是田园生活的生存技能之一了。农村就是好停水，而且一停就是大半天。好在有这口井。我老公说先修潜水棒，毕竟电动比手动压水方便。看这合格证标签都在呢，就是东西坏了。街上卖西瓜的非让我家孩子品尝，很大一块，我们买了2个。潜水棒不一定能修好，手动压水的在这里排队。这回来农村生活，我老公基本上每天都在修修补补，这技术可以开个修理铺了。20多年前的东西很多不好用了，弃之可惜。说实话，带电的东西我都比较害怕。有句话说，不懂电不摸线。手机可能坏了，站不动，锈住了。我老公说这些都是初中物理常识。在这上上个管子。什么叫小心机？这是我见过最好的解释。再修这个。很不幸，经过2个小时的努力，潜水棒没修好。我老公是活不干完不吃饭。这个皮胶管子漏水了。农村的生活总有些大起大落，让人意外。农村的生活就是很考验动手能力。好在我家有这位动手达人。井水出来了，来个冰镇西瓜才过瘾。回来了。瓜被我娃当玩具了，选瓜就选齐小根弯纹路清晰的，果然还不错。父女俩一个压水一个洗手，合作愉快，再把吃剩的瓜皮当柴烧了。我老公用9块9把这个水龙头设计的既能接水管还能接洗衣机，很多小细节让我们一家在农村的生活也很便利。来看看我们第一次种菜种的怎么样，这些黄瓜吃了1个夏天，成为我们一家人吃的最多的食物了。因为我有点贫血，我老公发明的食谱菜肴黄瓜炒鸡肝成为我的最爱。2个孩子最喜欢啃现摘的黄瓜，可以说黄瓜帮助小宝顺利度过了磨牙期。这不是黄瓜吗？我老公最喜欢吃不削皮的条黄瓜。我们一家人第一次在农村过夏天，有现摘现吃的瓜瓜，这个夏天过得也很得劲。这些京菜是荷兰的土特产，作为一个西北人，我真的爱上了，回头给你们介绍吃法。真是太巧了，一切都准备好了。就差开店了，可是又停电停水了。我老公赶紧拿出移动地瓜生火，说是要用柴火蒸米饭。这父女俩一个捡柴一个烧火，我等着吃饭，太幸福了。大宝最喜欢闻这个柴火的味道，每当青烟升起，他总会说好香啊。第一次这样蒸米饭，找了一个大盆，加了很多水。大宝也找了个盆加石头。往后面哪里？宝宝压水，爸爸洗手，然后2人又去摘黄瓜了。好，装我们包里面好不好？有了2胎后，天天都围着老二转。今天爸爸要带老大出去。还有没有要拿的东西呢？没有呢。大家要呼吸吧。好的。大宝正在装自己的玩具，又装了好几件。当姐姐的大宝出门都是他自己收拾东西。好了，不说呢。好，我们准备出发。吃的快走了。好，爸爸你拿着。把我累死了。我要戴小黄的帽子。出门必备的橙色鸭舌帽是我们给娃选的，最显眼。为了在人群中一眼就找到我的娃。妈妈咋还不能接我？妈妈咋不去野太阳？你是不是想让妈妈也一块去啊？是。你跟妈妈说吧。爸爸说：“妈妈。”还没查。自从带娃，我的手机大部分时间是静音的，打不通是常事。妈妈去不了了，我们下次再带妈妈去好不好？好。加入姐姐。带着小花去野餐好不好？以前都是爸爸妈妈带着出去，这次明显还是不太开心。开心不开心？又给妈妈打电话了。把妹待会儿在一起好不好？好。那我们出发喽，跟妈再见吧。妈再见。这个是什么地方呀？这个是田间小路。大宝现在走到哪里都会问这些是什么地方呀？爸爸一路都在哄大宝开心，给他摘花，说他的心里话。虽然刚刚还在想念妈妈，但明显好多了，有心看风景了。这个电瓶车，哦天哪，一个小高坡就上不去了。Oh my god！Oh my god！农村一出门都是田地，爸爸正在找一个能野餐的好地方，真不太好找。一个好地方。哦，还没到好地方，这不是好地方是吗？嗯。好，那我们再往前走走吧。嗯。爸爸找的第一个地点，大宝不认为这是个好地方，又继续寻找。
不要去。骑马过程中，娃很开心，蓝天白云，绿林花海，这就是爸爸带娃野餐的地方。还有妈妈不给买的，但娃爱吃的饼干，一大罐水果，很到位。有了二胎以后，对老大的陪伴少了很多，真的不敢想象，如果不是爸爸，会是怎样的场景？一个不听话的老大，一个崩溃的妈妈。邻居不要的黄花菜根子，我们收着了。在农村生活就是淳朴，你给我点讨，我给你点米，吃的东西上从不吝啬。但是我们其实也没有地种了。我在想挖土机，不到一步大的一个堆石头的小坡，要收拾一下，改造成了梯田，这一下子实现了增产。爸就是有点我给你加加汗。2岁就懂得通过行动照顾爸爸了，好感动。真羡慕我老公，他一定是最幸福的爸爸。这次回农村，我们成了村里唯一的年轻人，大家都很关心我老公什么时候出去，也很关心老大什么时候送去幼儿园。这些问题，我想答案那就是该去的时候吧。因为老一辈会觉得孩子那么小，什么也不懂，陪他有什么用？但是我和我老公就想坚定地认为，孩子的前3年真的太重要了，我们就是想用100%的精力去陪伴孩子的前3年，给他充分的爱、坚定、稳固的依恋关系和安全感。孩子的成长，我们相信是逐渐放手、逐渐退出的过程，只有这样，以后才会越带越省心。这个决定背后面临着很多异样的眼光、现实的压力，但是没什么，如果事事如意，那就不叫生活了。我们要做个明白人，一个人最好的状态就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全力以赴，像太阳一样越来越耀眼。我敢打赌，视频的最后你一定会点赞支持我们。我老公选的这个鱼饵太香了，要不是他拦着，我差点尝一口。以前也没发现我老公有钓鱼这个爱好，这几天天一亮就去池塘边，因为见到鱼，也就他耐得住性子，在这里等愿者上钩。其他人都嫌塘小，不愿在这钓。乍一看，这塘跟我老公承包了似的。为什么妈妈今天吓一跳呢？妈妈不用担心的，还有一颗盆给你洗脸呢。妈妈，哎，我给你换一个机器人。也不知道1个月过去，愿者上钩的鱼有多少。鱼缸上了水，看看我们里面有多少鱼吧。咋一个也没有哦？因为人家淘土呢。哦。提水呢。我就是看不明白，我老公这个管子是怎么让它自动出水的？看我老公这摸鱼技术，用网子捞都比不过他这双手。第3条，第4条，第5条。我怎么发现我老公带娃都是让娃帮他干事儿？这孩子也带了，活也轻轻松松的干完了。25条。用实力解释了什么叫一举两得、两全其美。这一条一条摸出来，总共63条。这是我的鱼缸。水管接的自来水不能立马用，我老公从池塘里舀了2桶，很纳闷这个池塘里这些草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能除掉它。谁给你画的怎么跟黑包包一样啊？妈妈，你说错了。哦，很漂亮是不是啊？那个好看，这个画的太沉了。拿卫生纸擦擦呀。那我不会，我光不会修。你把它放省了吗？下山一我一淘爸爸，淘爸爸。专业不错的。理发铺子正式开张了。粉丝提议让我老公上街开个理发店，我老公专门买了一套理发套装，先拿自己的孩子试手，大家帮忙把把关，这技术能出去营业吗？头发打湿，他最害怕把头发弄湿了。从娃出生起，头发都是我老公剪的，那时候设备是一把剃须刀，一把孩子的辅食剪，一把我的美剪走天下。就是这把剃须刀顶好几个理发器了，他也真是舍得拿出来给娃剪发。太调皮了，不看说明书就开始剪了，好在不弄啥物件，我老公一用就能摸清，也不知道是不是刚才剪刀夹住大宝头发了，哭完就一直不开心。我们不想剪太平常的发型，我老公根据以往的经验，剪一个最适合大宝的。我有点打鸟你。对了，你们要是发现别人脸上有蚊子，是告诉他，还是直接把蚊子拍死？主要是我真的不想错过一个拍蚊子的机会。
那样就太遗憾了。看看发型如何？捡起来，剪完头发了，还好是容易呢。天天不睡，一洗头睡着了。来看一下前后对比图，这是没剪之前的，这是剪了以后。大家觉得我老公的技术能上街营业吗？我老公今天要给妹妹剪发，他的性格更皮实，剪发这点小事应该能好好配合。连系个围兜都这么激动，只要是没见过的东西，妹妹的兴趣就非常大。现在就想看看我老公手中的理发器，姐姐赶紧拿出了她最近最喜欢的玩具杯子。看爸干嘛呢？记得姐姐这么大，每次剪发的时候都哭。看妹妹除了好奇和激动，任凭理发器在头上怎么动，她也不抗拒。我们忍不住的夸妹妹很配合，比姐姐更好带。听父母一辈的说，人不能夸，这未免太拧了。前一秒刚夸完，后一秒就变样了。理发真的让我难受吗？看娃挣扎的样子。好了，宝贝，妈妈带你玩。当妈的我真的不想给娃剪了，但我老公非要坚持剪完。当然我是站在我老公这边的，毕竟不能因为娃害怕妈妈就妥协。大人判断好了事情对娃是安全的，就要坚持做完，培养他的勇气和毅力。有时候大人哄不住妹妹的时候，姐姐一出场就是神救场。现在我们家，我和他爸站一边，妹妹和姐姐站一边，2比2，这样很均衡。妹妹给他东西绝对不能喂他嘴里，他非要拿在手里看清楚这是什么东西才选择吃还是不吃。他还不吃一些容易脏手的东西，娃不太配合，没有修的机会，一次性剪好的。大家看看前后发型对比吧，看看我老公的技术真的能上街营业吗？农村的虫子真的是太多了，还有各种小动物。在我老公的带领下，大宝都不怕。田里还有许多我不认识的植物，大宝挨个问，我老公一一讲给他听。你看荷兰的麦田多像大草原，我和小孩每天都能体验到采摘的乐趣。夏天和秋天每天都可以抓蝴蝶，各种各样的蝴蝶，要是会做标本多好。可我打小就害怕昆虫，当妈的还是害怕。还好大宝平时跟着爸爸比较多，他从小就不怕这些。大宝最喜欢帮爸爸做事，现在还能照顾小宝了。在我老公的指导下，大宝吃药简直跟男人喝啤酒一样干脆过瘾。两个小孩平时也会自己玩，小孩喝药带孩子玩，这些琐事算是没有折磨过我。二宝是个很神奇的孩子，手里的食物总喜欢喂给他爸吃，看他爸吃的多香。第一次见孩子看着父母吃的很香，手里没有了也不哭，也不知道是爸爸带娃还是娃带爸爸。小孩子晚上精力也很旺盛，有时候我们在院里玩，有时候在小路散步。我经常希望孩子勇敢独立，我老公总是放手让他去做，所以才有了现在能帮爸爸做事能照顾妹妹的姐姐。真的很感谢我老公。老大却不好好吃饭，我老公要做点他爱吃的果酱，这个花柳苹果做的果酱味道真的太绝了。果酱好吃。要说我们家吃饭谁最着急，绝对是还没有长牙的二宝，也不知道他的牙什么时候出来。我老公说是孩子疼我，大宝现在能帮我们带小宝了，只要大宝在他身边玩，小宝就被吸引住了，也不哭。得给娃做点小零食撒丸子，以前刚出过的美食我都是第一口尝，现在换成孩子了。小宝发烧39度多，直到出了疹子，第5天了，我们才知道原来是幼儿急诊。这长大了哄睡我是没招了，我老公一哄他就睡着。我老公经常问我为什么他一哄就睡着，我要是知道为什么，还用得着爸爸哄娃睡觉吗？醒得也真快，不到半个小时就醒了，现在能自己起来了，还想学站学走了，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把他放小车里带着干活了。我老公想了个办法，用腰凳背着他，我以为这东西只能抱在胸前，没想到还能背着用。以后的日子里就背着二宝行动吧。加油加油！今天是老大3岁的生日，我老公说要让女儿一整天都开心。等一下就到你了。我们先到了公园玩，小宝很配合，自己玩着就嗨了起来。大宝本来要和我踢足球，可是他又不让我踢。我老公说老大心里肯定有事儿。后来我趴在草坪上和他一起玩过家家，他才跟我说了心里话。看，孩子的无理取闹是有起因的。小宝最近学会走路了，我觉得冬天最适合学走，穿得厚，摔了也不疼。这一天，大宝可以任性的吃糖果，我俩都不干涉。玩累了，有我老公做的炸鱼块。这道菜是我们家的人气王，逢节必备。为了不占用生日当天的时间，昨晚就炸好了。因为提前准备，所以当天就可以尽情享受。这一天，小寿星想玩什么我们就玩什么，不用做他的主。下午趁着他俩睡着，我老公开始做蛋糕。
蛋白的打发是关键，做到无水无油基本就成功了一半。这个蛋糕胚是提前1天做的，因为太好吃了，孩子当天晚上就尝掉了一半。胚太小了，做造型有点受限。好在我老公总能化险为夷，这是我见过水果最多的水果蛋糕。然后一块也要摆放3个，再来点凉菜拼盘。孩子的生日宴准备好了，父女俩真默契。爸爸给蛋糕插了3个棒棒糖做装饰。我3岁了，还有一份留着晚上送的生日礼物，收到礼物的人笑了。大宝拆着礼物，爸爸给他剥鱼吃，孩子开心了一整天。你不是做奖吗？天你做这个，你知道我做什么吗？拿电灯锅你干嘛？不是咱们家没有火了吗？只好用电了。哎，我也需要让面粉。那你这干了啥？我看你都抢了我所需要的食材。你不知道你干啥？这几个都拿过来吧。你看你有这个啥？你看，啥都完成一个。你都拿你弄的，这个蘸着我很不拉丝。你真的说的太对了，我正好需要那个杯子。我不用了。我不需要水呀，关键我需要无水的。不要水了，我想到你要水了。你没见过家长里吗？都在抖手。你现在就跟那个大学打扮的阿姨特别像，你知道吗？这动作，你们看看像不像？我肯定不能叫他太多了呀，万一做不成了咋办？我们俩目的不一样，你的目的呢是要精确，他的目的呢是为了少给你点。管我，管不了。用熟的油吧，什么油别有油腥味了。不要。多好吃你吃。我给你吃完，好吃你也别吃。有这运气我不怕了，你请造吧。停，酵母在即将融化好。我好像没有化妆就出镜了。你化给谁看看怎么样了？我们家没有玉米油，我打算把油去掉，看能不能做成功。我要做一个蛋糕。什么口味的？你要吃这个？我尝试一下，你做的好吃我就吃，不好吃我就不吃。提前预约，吃都给你留量，不吃都不留量，吃还是不吃？我吃。这昨天你听我放点什么东西都能被你发现了。这苹果给你留啊？留着种呗。做你肚子了呀？留着吧，苹果核还能做一道美食呢。哎，我这样打蛋是不是不像做美食的呀？打蛋器漏蛋了。这不是之前买东西送的吗？你都看不上，然后我就把它收起来了。我不知道啊。你都很厉害，一个手打蛋了，还要这玩意干嘛？害得我单手打蛋。买点东西放进来不要用。上一次我做没东西。终于知道我老公的厨艺为什么那么强大了，因为背后有一个我。能感谢我吗？就是偷着呢，你这。我这叫给你一个机会，没有困难怎么会去想办法呢？可是我不需要想办法呀，没有的时候我一直这样做了。搅好了，开始。在这里特别感谢我老公提供给我的打蛋盆，除却巫山不是云，曾经沧海难为水。好，倒过来。真的，这是太完美了，量身定制的。我真的在这里特别感谢你。你知道我之前打蛋不成功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一个好的打蛋盆，以前都是用这种。好了，别带广告了。我哪带广告了？关键没有人找我呀。OK， 我的蛋糕做好了。你的是面包，我的是蛋糕，不要搞错了，你把工交给我了。在这里特别感谢我老公提供给我的打蛋器，工业级别，特别强大，特别快。现场操作一下，夸你似的，不是夸我吗？做吧，看你会不会。哇，跟抽新机一样分大了。我钓鱼了。我还不会这种抖着的这种手艺呢。多了，现在基本上没有泡了。我在最后一次加入糖，这次多太多了，用手抖着倒，这个方法我还真是没掌握。对了，超上次说我做的蛋糕口感有点硬，说我淀粉放多了，也不知道他说的专业不专业。但现在试吃者只有他，孩子又说不出这种话，所以我还是遵循他的意见。哦，还是倒扣不了，是什么原因？可以了，好像不掉出来。
一会儿我给大家直接倒扣，没有柠檬，我用白醋去腥吧。人家都说加几滴，这几滴是多少呀？没有一个标准。我觉得白醋的味道好难闻呀，还是少放一点。哦，多了。要被蛋黄了。特别不喜欢找很多容器专门盛放这些所需要的食材，所以就这样一次性全部加到这一个东西里面。不能快速搅拌，我用低档试试。哇！搅拌好了，手动的好累人啊！这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给大家表演倒扣蛋白。成功了，我都没想到能成功，太激动了！哇，真的可以打成这样哎，掉不下来的这种。你看我抖它都不下来。快夸我啊，超！他出去了，没有被他看见，太可惜了。尽可能的就干净了，继续翻拌，跟搅拌颜料似的。底下垫一层这个蛋糕纸，就不用抠底子了，不像酸奶它能舔盖子。哎，我怎么发现是我的面没打好吗？我发现这里面有小疙瘩面粉的。可千万不要功亏一篑了！130度，70分钟以后见分晓，看到底是美食还是黑暗料理。超，快看看蛋糕怎么样？看看到底有没有做成呀？你也不知道做羊。你都给我切好了，都给我吃完了，你看只剩这么2块了。太好吃了吧！像在我们农村就没有专业的蛋糕店，自己做的还是好吃。I'll meet the teacher, honey, then comes Monday, and that'll be sir to you. Bitty Boppy Betty, better known as Billy, he's the up-and-coming local DA. A fearless crime fighter, political insider, sure to be mayor one day. But after working Fridays, off comes his necktie and on come her diamonds and pearls. You better get ready, 'cause now Billy's betting everybody's favorite girl. Belly of the city, that's where you'll find Betty. Friday to Sunday night. Is she working overtime? 还有。再开端。跑到吹，跑不到收拢，跑不到收的收呀，烟要年没有烟花什么。Donde estás, Yolanda? 这一个烟花之后，炒一个鸡蛋。嗨，爸爸。热好了吗？好了，来，喂点热，喂点A fearless crime fighter, political insider, sure to be mayor one day. His necktie and on come her diamonds and pearls. You better get ready, 'cause now Billy's betting everybody's playing. 看呐，宝贝，我吃完，我大盒、小大盒、有蛮大盒的。这么大盒的干什么？
你上班是摆的吧？这样出来挺好吃的。怪不得呢，这个酸辣白菜非常辣，妹妹今年喜欢吃。He's a boy who doesn't show it, though the guys all know it. None of them seems to mind. 鸭蛋炒酸菜。 When Betty's 小 driving 娘， up from the 鸭蛋炒小娘，这道菜的名字还挺难叫的。酸奶团的。今天做个面包出来。 放的，一烫，它都软化了。趁这个浇完盐拿个爆米花，大口的手。那么简单吗？ Bitty Boppy Betty, better known as Billy Easy, up and coming local DA. Fearless crime fighter, full insider, sure to be mayor. 哇，你吃完了吗？时间到。哇，很香。哎，他说，很不错哟。面包倒出来喽。放啊，看看，黄澄澄的。好香啊！ Betty and Betty, 要不要吃一块呢？ up and 当然了， coming local DA. 要2块。 Fearless crime fighter. 吃吧。吃了，还是刚出炉的面包好吃，没你烤的面包好吃。更加脱肉，软硬度和口感。去幼儿园看看吧。好。 Let's go，走吧。我不敢了，小宝贝们打上我原来妈妈，我说妈得喊奶奶进来。哎呀！我家呀，这是好近，像今天一样。今天是不是几年呀？新年快乐！我想去上课。你变勇敢了，真的敢了呢，长大了，宝贝。青蛙蛙给你拿着。我也那也得跳起来了。太阳。 宝贝，好玩吗？小花玩的人安全着呢，宝贝。有改吧？你放学了来接你好不好？你在幼儿园要玩的开心，有问题找老师好不好？你认生，你和小朋友交朋友好不好？你和他们一起玩玩具，一起滑滑梯。玩草莓的，它好玩吗？嗯。那也我。